亲爱的您，这里是洞见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，钱是会选人的。作家陶然说，赚钱有3种境界，第一种人找钱，第二种人找人，第三种钱找人。未来是一个钱选人的社会，财富永远只会流向匹配他的人。作家沃尔特·艾萨克森如此形容刚参加工作时的乔布斯：光脚长发，套着嬉皮士风格的外套，全身散发着半个月不洗澡的体臭。即便他有非凡的商业头脑，依然遭遇一路坎坷。因个人卫生问题遭同事排挤，被领导单独安排上夜班。创业后急需资金，却因不修边幅吓跑投资方。不顾形象的和高管大吵大闹，最后被自己创立的公司扫地出门。杨澜说，没有人有义务透过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。人际交往中，你的外表是你向别人递出的第一张名片。想要实现自我价值，首先要学会整理自己。1997年，泰国商人施丽华遭遇金融风暴，多年积蓄付诸东流，还欠下巨额债务。他换上廉价的外套和球鞋，推着小车沿街叫卖三明治。尽管生活跌入谷底，他每天出门前仍把衣裤熨得服帖齐整，回家时会蘸着酒精将鞋尖开式的光洁如新。其他摊贩呢，都穿得随意，衣服上的油渍早已积成黑色。相比之下，他清爽的打扮吸引到更多人走到他的小摊前，甚至很多顾客一大早就在摊前排队，等待他家的三明治出炉。他也凭借火爆的三明治生意还清了债务。1年后，他重新创办公司，重返泰国10大杰出企业家的榜单。钱为什么偏爱漂亮的人呢？因为人前的得体需要人后的打理。时刻注重自己的仪表，不仅是尊重别人，更是尊重自己，尊重生活。正如那句话所说的，金钱不敷衍任何人，前提是你先不敷衍自己。知乎网友1.0分享过他领导 Eler 的故事。初见领导时呢，他很不以为然。在他看来，一个3本院校的毕业生，学历不高，年纪也不大，凭什么能够做到这个位置上？但相处1年后，他对领导彻底的改观了。公司业绩不佳时，老板心情不好，就四处挑刺，拿他开刀。这时他总能快速把握对方的情绪和需求，既不生气也不反驳，而是平静地分析利弊，然后给出解决方案。同事报错销售数据，急得团团转，生怕被骂。他知道后呢，没有指责，反而温柔地安抚道：别慌，仔细检查后再报一次。这种柔和而稳重的处事态度赢得了老板和同事的信任。短短3年，他就连升几级，做到了销售总监。卡耐基说，在职场中，温柔的人更能够巧妙地渗入对方的内心，既能滋养他人，也能让工作事半功倍。没人愿意和一个满是负能量的人共事。情绪稳定的人身上有一个高能量的磁场，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处理好身边的人和事。金钱是跟着人心走的，自然也会向这样的人靠拢。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·怀斯曼做过一个实验，他招募了一批受试者，先让他们评估自己的运气的好坏，再让他们去咖啡馆买咖啡。在去咖啡馆的路上，怀斯曼为所有受试者设计了2个小环节：一，在路上放一张掉落的美元；二，安排一个商人在咖啡馆假装等咖啡。结果呢，自认为运气好的人不仅捡到了钱，还能够在等待咖啡的间隙和商人愉快地攀谈。研究发现，认为自己运气越好的人，往往心态也越好，他们能够快速地与外界产生链接。而悲观者呢，往往比较紧张焦虑，看不到摆在眼前的机会。雨果曾说，面对现实，只有保持微笑，才能越过障碍，注视将来。心态不对，到哪儿都是磕绊；心态对了，际遇也就顺了。稻盛和夫大学毕业后，在老师的推荐下呢，加入了松风工业，
进去才知道，因经营不善，企业早已在破产边缘，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。很多同事唉声叹气，觉得看不到希望，便相继辞职，有的还劝稻盛和夫一起离开。但稻盛和夫不为所动，他相信只要公司还没倒闭，再努把力，定会扭亏为盈。之后，他将锅碗瓢盆搬进了实验室里，全身心地投入到产品的创新中。2年后，他成功研发出一款新材料，刚推出就受到市场的欢迎，公司的订单暴增，很快就实现了盈利。后来，稻盛和夫说，成事的要素有很多，但最不可或缺的只有心态。困难来了，一味消沉只会让情况更糟。把心态放平，把心力集中到事上，才能在难处寻到出路。玻璃大王曹德旺说，人生每一天的每一分钟的每一件事，都是你盖历史大厦的每一块砖。某一段砖用坏了，做了坏事，你盖很高的时候，高处不胜寒，压力一大，那个地方经不起推敲，大厦就这样摧毁了。财不入脏门，福不润浊人。品行不端的人，即便当下风光，也迟早有落败的一天。保持内心的干净和善良，到哪儿都会受到财富的欢迎。就像俞敏洪刚创业时，他急需资金和人才，同学知道后呢，二话不说，有钱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只因俞敏洪一直与人为善，念书时主动帮助同学们打水打饭，毫无怨言。双减政策落地后，有些教培机构不想承担责任，带钱跑路。俞敏洪没有推责，而是将学费、工资、租金一分不少的退还结算。后来他带领员工直播带货，之前那些学生家长都成了他最忠实的顾客。在另一个全新的领域，他照样做得风生水起。美国前总统托马斯·杰弗逊曾在一次演讲中说道，一个人即使没有文化，能力平平且一贫如洗，但只要品行干净，他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，不管他是在车间、在账房、在商场，还是在官场。世间万物都是由我们的内心吸引而来。人无品，不能立；心不静，财不聚。原天下杂志主编金维纯说，一个活得非常好的人会不断修炼自己，到最后就像一块磁铁，人想靠近你，钱也会跟着你走。无论何时把自己修炼好，钱自然就来了。